两件事接踵而来啊，一个是华为的盘古 Pro-M1 大模型，有人用一种叫模型指纹的新技术给检测了一下，然后就宣称它跟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 2.5 14B 模型在内部结构上相似度高达 0.927， 远超一般模型之间的差异。还有人火上浇油，说在盘古的官方代码仓库里发现了一个本不该出现的属于通义千问的许可证文件，然后把消息直接发到网上，导致流言四起，凭空造谣的、胡猜瞎起哄的、各种无根无据的不实信息满天飞。核心矛头直指华为窃取通义千问的模型数据，改头换面弄成自己的大模型成果。可是没超过48小时啊，7月5号，也就是昨天，华为盘古团队就迅速发布了一份正式声明，立场鲜明，态度坚决，斩钉截铁地否认了所有凭空莫名横加的指控，强调了盘古 Pro-M1 是基于升腾硬件平台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型，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搞的，不是什么在别人模型基础上修修补补，靠增量训练弄出来的。他们还特别提到了自己模型的一个创新点啊，叫分组混合专家架构 MOGE。这东西解决了分布式训练里头负载不均衡的老大难问题，摆明了是在告诉你，华为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犯不着去抄别人的作业。同时，华为也坦诚了，在开发过程中，部分基础组件参考了其他开源大模型代码，这在开源界就是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行为。什么叫开源啊？精神之一就是互相借鉴，共同进步。华为强调了，他们对于这些借鉴的部分都严格遵循了开源许可证的要求，该标注版权的都标注了，该遵循的规则一条没落下。这么做有哪一点哪一条没有符合开源社区的规矩和道义啊？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东北师范大学去年10月份花了22.6万买了台华为的精密空调放数据中心机房。这事儿最近不知道怎么着，就在高考填志愿那会儿突然火起来了。乍一看呢，大家觉得一台空调卖20多万太夸张了吧？家里的空调几千块就能搞定啊？那其实这就是拿家用小轿车跟集装箱重卡在比呀，看着都是车，干的活跟用的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呀。这种精密空调是数据中心那些金贵的服务器、存储设备的生命维持系统，它要干的活普通空调根本干不了啊。它得把机房里的温度和湿度控制得死死的，温度上下波动不能超过半度，湿度变化也不能超过2%。这要求传感器贼准，控制算法贼聪明，它得1年365天，1天24小时连轴转，不能歇菜。这里头所有关键的零件都是按工业级的标准造的，比家用空调结实耐用的多了，寿命能长2-3倍呢。他还特别怕死机，所以搞了个备份心脏、双压缩机、双电路板设计，一个坏了另一个立马顶上，保证机房不断电。机房里的设备发热量巨大，而且集中，所以这空调得吹大风，但温差要小，把那些热点都吹散了，还得能过滤灰尘、远程监控和自动维护。所有这些特殊要求加一块儿，什么成本你想象不出来吗？业内这种规格的精密空调价格普遍在20万到70万之间，你更别说10多年前了，什么施耐德呀、爱默生啊这些个进口品牌，同型号同规格，价格都要往上翻2-3倍之多。装配、调试、维修，来一次就要收你近万元。华为这台支持远程监控、动态能效优化，还有高可靠性冗余设计、外带智能管理功能的，也就卖22.6万。一帮狗屁不通的营销号，你们在叫唤什么呀？信后死了！但凡你手机里装个 AI， 他们问一问再发呢。关心公共资金花的值不值，出发点是没问题。但有效的监督是不是也得让懂行的人来干呀？是不是也得有点专业知识打底呀？我搞清楚这事儿，在看完盘古团队的那篇回应声明，其实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两件事怎么就闹得这么大呢？这质疑的声音是不是有点过于集中和猛烈了？是不是有那么一小撮人在刻意带节奏啊？想把华为往抄袭的坑里推，往割韭菜的品牌形象上归类啊？那个模型指纹技术本身虽然听起来挺高科技的，用多头注意力机制里头那些矩阵的标准差序列来当指纹，号称能追踪模型的血缘关系，可它就是个新兴的检测手段。科学界对它到底有多准多可靠，根本就没有达成过任何共识啊！
那盘古团队在声明里就直接点出来了，认为这个方法完全不科学，这种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很容易被利用来制造似是而非的证据啊。还有那个在盘古代码仓库里发现的通义千问许可证文件，华为也解释了，可能是开源社区贡献者不小心混进去的。就这么一些个咪咪小的问题，在特定舆论的放大镜下边，瞬间就被渲染成了铁证如山了。太急于下结论了吧，太他妈捕风捉影了吧。还有精密空调那事儿也透着蹊跷啊。去年10月东北师大买的空调，公示明明白白挂了大半年都没人吭声，怎么突然就被翻出来炒成天价空调了？真的，你也没听说过华为是什么天兵天将转世啊，荡平过哪座花果山来啊？这么深仇大恨吗？但凡华为在核心技术领域有点突破，就总有一批账号准时跳出来，用半真半假的信息搅浑水。每回手法还都如出一辙，先扣帽子，再断章取义，最后发动信息污染，把水搅得越浑越好。反正造谣零成本，是吧？等真相大白的时候，就接着换下一个靶子呗。华为自己不是没毛病，开源社区贡献者混进通义千问的许可证文件，这代码审核流程是有漏洞。高校采购公告光写个总价，不解释技术参数，就是给了有心人断章取义的空间。可这些充其量就是个管理问题吧？就能当成蓄意抹黑的抓手了吗？他不是敦促你调整一下整改一下啊，他压根儿是奔着搞臭你来的。一听见国产自研4个字，就条件反射似的把抄袭的帽子从兜里掏出来了。一看见公家采购设备，就大喊大叫说是浪费公帑，还专门针对的是自己家的国产设备。这是什么行为啊？全世界对着我们虎视眈眈的那些个势力都快笑得合不拢嘴了吧？巴不得中国企业永远跪着组装零件，永远别想站着搞核心技术。这些狗杂种还真是懂怎么讨野爹们欢心啊！你甭管是技术争议本身，还是品牌定价策略，想探讨咱就好好探讨，把问题刻意放大，引导全网针对性讨伐一个兢兢业业的民族企业，那就不由得我们正常人不警惕了。想阻止我们把技术蛋糕做大，想让我们天天窝里斗，消耗掉宝贵的创新能量、奋斗激情，妄想着91年苏联送给你们的那份丑陋的圣诞礼物还能再来一份啊？盖上棺材板闭眼吧！我们自己内部的小丑渣子，我们自己会清除掉。你且等着，将来我们跟你算总账。明显啥么子了？我又没指名道姓讲伊拉了。我帮讲要不是为了过审，实际上倒闭我了。实际现在是把这讲出来，我就没看得起。他妈这个粉丝讲出来，这港流中的港流，侬晓得伐？侬也买过啊？哪是港流了？